来到了衡山的最高峰祝融峰。Hello， 朋友们，现在我在广西南宁火车站，现在是晚上的22点22分哦。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开始新的旅途了。这一次是08车12铺，一个硬卧车厢。睡一个晚上就到湖南。第二天早上的7点钟，昨天晚上基本没睡着。您的人身安全。9点18分到达衡山站。由公交专线。各位旅客，你们好，欢迎您乘坐南岳衡山旅游公交专线。8元。主流的。好的，打了辆摩的啊，出发去衡山的一个徒步起点。过去呢，这个衡山属于是衡山县的，对，然后现在是归于衡阳市南岳区了哈。对对。您是说600万人次吗？对，一年有600万人。啊，给你们当地创造了不少的营收啊，财政收入啊。那个财政收入还交给国家，交给国家。对。三下，两只腿坐摆3下。那的时候手里标点响，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先站住摆3下，两只腿坐摆3下。把你手上去高一点，这叫步步高升，知道吧？摆完之后，再把香的蜡烛啊、纸啊放到后头去烧。山顶没有香，等一下扔山下面带点香上去，知道吧？请香啊，来，我写一下，写自己的名字是吧？写名字。好的。先吃个早餐，有力气才能爬山。这是一碗粉啊。10块钱素粉。这是一家早餐店，我挺意外的发现这里面还有卖香的，本地人叫浅香。后来我发现，在衡阳市南岳区，也就是衡山山脚下的这个小县城，无论是超市、宾馆，还是按摩店、诊所，街上可以说是任何的商业业态，里面都会有一个小角落摆卖浅香的，街头巷尾到处弥漫着浓厚的浅香气氛。出发之前，先在山脚下飞个航拍吧。在爬衡山之前，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五岳。五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5座极具象征意义的名山，它们分别代表东南西北中5个方位，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地位。它们分别是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今天我们爬的南岳衡山，它的山势比较平缓，气候温和，被称为南岳独秀。这座山自古以来便是道教和佛教的重要圣地。南岳大庙作为其中最大的道教庙宇，是历代皇帝祭祀和祈福的场所。我现在在南岳衡山的山脚下，这里的海拔呢有100米左右，而它的山顶祝融峰呢是1300米，也就是从山脚爬升到山顶的话，大概爬升1200米的一个海拔高度啊。
而从山脚走到山顶呢有14公里，大概要花4到5个小时吧。在山脚下哈，满街都是这样的一个卖香的这些店铺啊，感觉3家店有2家是这样的店铺。然后呢，每家店呢大多数都有贴这个爬山的一个指示牌啊。然后我现在就在这个南岳大庙这里，然后一路沿着翻过几座山，到达它的一个山顶啊，祝融峰。胜利坊啊，然后11点16分开始爬，看看到山顶要多久了。在登山的沿路上，好多卖这些登山杖的，2块钱、3块钱、5块钱，价格不等。衡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啊，这里是在修建中的一个门头。我身后就是古道，这是一条登山非常值得走的一条优美的一个登山步道啊，可惜现在已经不给走了，所以只能走这个车来车往的一个县道。南岳衡山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它的一个往返区间车加门票是188元吧。现在在1楼啊，咱们去2楼购票，3楼乘车。哦，这里凉快一点了，有空调。自助购票。有身份证的话，在自助售票机上大概2分钟就解决了，192块钱，包括景区门票以及往返区间车票，还有4块钱的保险。很多人来景区，与其说是为了观赏自然美景，还不如说是烧香拜佛啊，祈求幸福平安。你看，都是大包小包的拿着各种礼拜的一些东西啊。大哥你好，请问你买那么多这些要多少钱呢？这个就叫带过来的，自己带的。啊，他是用身份证刷卡进去的。哇，这个风扇好大。是11点57分出发，咱们看到那个南天门的时候是几点了？中巴车在盘山公路上大概这么盘旋了有35分钟吧，然后就到了这么一个停靠站了。哇，这个头好痛啊，因为都快吐了。这种情况在我过去差不多2年的搭车生涯中是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的。在这里，我遇到了一名景区的讲解员，他向我介绍起了衡山。它就是讲究个平衡，所以讲究阴阳平衡。所以南岳啊，它寺庙里面既然一边是佛，一边是道，所以这边住的是和尚，这边住的就是道士了，所以他们都同一个寺庙。这在我们国内啊，应该是这种寺庙非常非常少的了。对，寺庙就是寺庙，寺就是寺，庙就是庙，所以它是分开的。您刚才讲到，就是说每年8月份以后，这里的一个村一个村的来这里上山礼拜是吧？对，朝拜嘛。啊，是怎么形成这个传统的呢？它8月是南岳火神的生日，8月初1就是火神的生日，所以他们每个月火神嘛，南方的主神就为火嘛。所以中国的那个火星探测器，它的命名还记得叫什么吧？祝融号。所以这里呢就是南方就为火的方位。还有一句有意思的话叫千里歌舞来朝拜。啊，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他们每年唱着歌跳着舞在这边来朝拜，跑着一种很虔诚，那个向上的心态、开心的心态来朝拜，每年都来，所以越来越好，越好那就会越来。就是在衡山附近的一些村落，一个村一个村的这些村民啊，已经养成了这种习俗，每年8月份。对，你在全中国这么多城市，从来没看见一个城市
整个城市全是清香的，有没有啊？没有吧？就只有南岳这里才有。你看下面的是不是每一条街道全是清香的？对吧？感觉5家店有4家是清香的哈。对，5家店有4家，我看10家店有9家都是清香的。所以真的这一座这种衡山啊，养活了本地很多人哦。对啊，因为它从古它就是祈福朝圣，所以你在山脚下那里坐车的时候，门口是不是很大个石碑嘛？石碑上面有这样一句话：灵秀南岳，心愿之旅。所以只有南岳这个5座山之中，只有南岳是以灵和秀而著名的。这就是景区区间车的一个终点站啊，在南天门这里，然后从这里步行到祝融峰的山顶呢，大概还要步行30分钟哦。刚才下了那个班车以后啊，一群妇女跟男子围上来要卖他们的膏香啊，然后呢就是从10块钱一盒，然后降价到5块钱一盒的膏香，他们说山脚下卖48块钱的，我5块钱卖给你啊。哇，对面这个群山连绵的哈，层峦叠嶂的，非常开阔的。下面俯瞰的就是衡阳市南岳区啊。南天门祖师殿，这是道教的一个庙宇啊。山脚下做那个请香生意的那些商人都跟我说，山顶上没有请香的。8块钱一个的玉米。刚才一位讲解员说哈，衡山呢，它不像比如说华山是以险著称的，泰山是以雄著称的，那么衡山是以灵著称的，也就是非常灵验啊。但是呢，他觉得来衡山不是为了求财或者求子的，最重要是求一个平安。所以呢，我也希望吧，这个我的父母能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然后呢，也愿屏幕前的观众都能够越来越好。不久前，阿树发起了一个投票，关于最想看阿树去哪里拍摄影片，很高兴收到了1000多名观众朋友的投票和评论。其中最多观众想看阿树去东北拍，占观众投票总人数的45%以上，也就是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这跟阿树的兴趣不谋而合，因为我是在广西长大的，对数千里之外的东北3省，仿佛与生俱来就充满了好奇。即便工作后出差去过，都只是蜻蜓点水，匆匆路过。在我的印象中，东北3省远离经济政治中心，颇有一种偏安一隅的神秘感。又因那里世居着朝鲜族、俄罗斯族等少数民族，平添了许多边境异域风情，所以对我的吸引力特别大。奈何现在东北还没有进入雪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日，东北才会解锁它独一无二的风景和魅力。在我看来，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探索的时候，所以阿树决定过1个月左右再抵达东北，也请朋友们稍等10日。阿树打算从老家广西一路北上，初步计划是从广西出发湖南、江西、安徽、浙江、山东，每个省份选择少量阿树最感兴趣的视频拍摄，预计10月中旬到达沈阳，开启期待已久的东北3省秋冬之际的深度探索之旅，特别是东北与朝鲜、俄罗斯、蒙古边境的旅行。但是这只是初步的计划和大体的方向，具体可能因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有所变动。咱们现在就开始40分钟的一个登山之旅啊，登到祝融峰上去看一看道教里面的神，因为神呢只有道教才会称为神，在佛教里面呢只会称为佛。山顶上的一个祝融呢也被称为是祝融神啊。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南天门索道站呢已经坏了4、5年了，然后呢都是靠步行，徒步到祝融峰上的，无论老人小孩都是一样的。不过这里有一个轿子啊，如果你愿意花几百块钱的话，有这个人力轿子可以把你抬到山峰啊。登山步道还有这些木亭子作为遮挡啊，走在里面凉风习习的，还蛮舒服的。因为在山脚下感觉真的很酷热，倒是你提升了这个1000多米的一个海拔以后，这里的空气是凉爽的。登山步道上很多卖一些纪念品啊、拐杖呀，还有寝箱呀，让我有一种我好像在深圳徒步的感觉。这个风吹得好舒服啊，好像是从空调里吹出来的风。现在我看一下这海拔多少了，现在海拔1133米啊，也就是从山脚来到这里，爬升了1000米的海拔高度。这个轿子跟梵净山的不一样，它2根竹竿，还有一个竹椅啊。看一下价目表啊，南天门索道到祝融山庄单程200元。听听那个声音啊，咿呀咿呀咿呀，很有弹性啊。这里有人在等泉水啊，用矿泉水瓶。衡山呢，不是以风景著称的，也就是说来衡山，大部分人是为了这个请香，然后祈求这个各种的健康也好、平安也好，或者是财富也好。其实这个山的风景啊，我感觉深圳10大峰，拿一座出来都能跟这个衡山媲美。来到衡山以后啊，我才发现这个衡山跟国民党还是挺有渊源的。当年呢，这个中国国民党主席啊马英九来到中国开启大陆之行，除了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他参访的，比如说上海啊、南京啊这种比较大的景点以外呢，他还来到了衡山啊，就比较引人注目。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南岳衡山呢，他修了一座忠烈祠，始建于抗战时期，是中国修建最早、规模最大的抗战纪念地之一。是一座安葬和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军将士的大型烈士陵园，也是国内现存忠烈祠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那个是什么电视塔吗？哦，芒果 TV 啊，这个从小看到大的一个，哦，这个山峦起伏的。这里有一块巨石啊，上面有很多文字，重见天日，雍容大雅，还有思亲时，平正真诚。真的这个风太舒服了，在山脚下太难受了，上到上面以后感觉真的这里就是避暑的天堂呀。这是我打卡的第一座5岳啊，南岳。剩下的4岳呢，在接下来1、2年的时间都会去看一看。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我会探索中国最值得游览的50座名山。除了耳熟能详的5岳3山，还有各个省份名列前茅的山峰。目前阿叔已经拍摄的名山有四川峨眉山、贵州梵净山。该系列纪录片我暂且称为巡山。如果你对中国的名山大川感兴趣，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你可以足不出户就能饱览中国群山。从上峰寺出来看到的就是这里啊，
是一个小广场，也可以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观景台，有个小亭子。因为现在是下午时间了，游客稍微少一点，早上的话游客挺多的。逆光看这些千沟万壑啊，仿佛一幅古典水墨画。感觉从那个地方走过来还挺快的，我原以为要走的比较久呢，因为感觉看上去比较远。看，还要徒步大概10分钟吧。我对道教不是很了解啊，不知道道教跟儒家文化是不是息息相关的。这里有一块道孝心石，南岳衡山教运价格公示表。刚才一个摆小摊的一个大哥卖一些凉薯啊、橘子呀、冬枣呀、饼呀，我说能拍一下吗？他不能拍，我这个打游击的。平安石。哦，15点48分，终于到达了祝融峰峰顶啊！南岳衡山。嘿，这个让我想到了芒市的那个金塔。它金塔呢也是这种一个登天一样的阶梯啊。这里真的是善男信女啊，一个聚集地。哦，闻到了很浓烈的香的味道，还颇有点登天的感觉啊。这个烟灰到处飞。祝融峰，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家都是大包小包的这个请香啊，有一些是山脚下买的，有一些是从南岳区的县城里面带的。来到了衡山的最高峰祝融峰。目前我们所在的是衡山的主峰，名为祝融峰。相传祝融是中国古代的火神，曾在此居住并掌管火焰。祝融是其中一名五岳之神，在道教的传统中，五岳各有一位守护神，衡山的守护神便是祝融，因此衡山被认为是南方的神圣之山。另外，衡山自古以来就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早在汉代时期，许多道教名士和高人曾在此修炼，留下了丰富的道教文化遗产。山上有不少著名的道教寺庙，比如祝融殿。道教徒相信衡山是通往神灵的通道，山中的自然景观和气候条件也被视为修炼和冥想的理想之地。看看这风景很好啊，今天这个蓝天白云的。然后下面的就是焚香房了，那里冒出这个烟灰啊。在那里是把你的请香递交给工作人员啊，工作人员呢再拿到这个地方去焚烧。哦，连着塑料袋一起扔进去的哦。正常呢，如果是佛教的话呢，拜的时候是这样子拜的，这样。而在道教里面呢，拜的话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要这样子，一个拇指要这么抓着，它就成了一个太极图了，然后这样子鞠躬。哇，今天天气太好了，又凉爽，而且蓝天白云的。
现在快到下午的5点钟了，然后来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这个时候天气比较舒服啊。它是用一个塑料袋啊，麻袋，然后把这些请香装到一袋了以后，就扔到里面去，而且是连同塑料袋一起扔到那个熊熊大火中的。不要这个钱。每张20元。哇，漫天的一个烟灰啊！在中国的5月里面，衡山被认为是最灵验的，所以呢，有非常多的人来这里祈福。所以在影片最后呢，也希望阿树的观众朋友们呢越来越好。咱们不求大富大贵，或者说有求必应，但是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这是最重要的。好，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
嗯。